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在中国的教育和宣传之下，一般中国人都是以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，所以在中国很普遍的会看不起其他国家。比如中国人喜欢管韩国人叫棒子，管日本人叫鬼子，管俄罗斯人叫毛子，管台湾人叫台巴子，管印度人叫阿三，管非洲人叫黑鬼，管欧美人叫白皮猪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中国人也不会认为自己歧视，只有外国才有歧视。中国人怎么歧视外国人都没有问题，而外国人稍不注意就辱华了。2018年，意大利品牌杜嘉班纳的宣传视频用筷子吃披萨，被指辱华，遭到中国集体抵制。一直到了今年6月，莫文蔚还因为 MV 里有该品牌的衣服而被中国网友骂上了热搜第1名。莫文蔚还被迫发表了道歉声明。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很多中国人都不会相信发生在中国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中国网友自己的经历分享，让你大开眼界，中国五花八门的各种歧视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要说中国的头号歧视，非地域歧视莫属，这个是波及范围最广的，几乎每个人都不能幸免。1线城市的歧视2线，2线的歧视3线，3线的歧视县城，县城的歧视农村。网友 Better Dead Than Red 说，住在老婆家乡武汉，我带孩子在楼下玩，一个大妈问我，你不是武汉的吧？我说不是，我甘肃人。大妈转头叹气，甘肃的呀，这么穷，哎，你老婆一个武汉姑娘，真是可惜了。网友周周 Blake 说，跟北上广谈恋爱的时候，对方父母问你是不是本地户口，如果你是外地的，就是外乡人，乡巴佬。不过即便是在北京，也是要分区的。最近一个北京大妈火了，说自己生在红旗下，长在天安门，头上还有通天纹，2环里户口才是北京，骂别人是臭外地的。这种现象可以说在每个城市都很普遍。网友 John Trump 分享了在青岛内部的地域歧视。中国的地域歧视是上升到政府层面的，是系统性的。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户口制度。网友拆如北说，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学费里有一项叫借读费，这个费用是专门向那些户口不在本地区的孩子们收的。他们家里大都是在城里打工的底层人民，也是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。网友梦燕说，我小时候农村户口，家里求爷爷告奶奶到处送礼，才托人勉强把我送进了家门口的小学。后来为了迁户口，我爹多年都去派出所管户籍的民警家里帮忙干活，帮人搬家刷房子，冬天扛煤球扛大白菜。我从小在学校被喊农村人，后来才知道是老师在办公室里偷着嘲笑我，被同学听见了，没少被欺负。出国了才知道，原来在正常的人类国家，农民是个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，跟公司白领、工厂工人、商店售货员是一样的，干够了可以辞职不做农民了。网友的经历揭开了我自己内心深处多年的伤疤。我从小受计划生育的迫害，没有户口，上学的时候就会被其他同学叫小黑孩，可想而知，这对于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是多大的伤害啊！因为歧视，很多人的童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。网友 Chester Lee 说，我也受过地域歧视，连我最亲爱的班主任都不会站在我这边，就因为我是外地人，我穷，我犯了事，无论责任有多大，他们都会占着自己本地人的优势，大肆对我家进行勒索。就算我一个12岁的孩子也不放过。至今那件事我还记得，那一巴掌我永不忘记。城市的和农村的，本地人和外地人，是地域歧视里最主要的2个方面。网友李阳玉说，小时候去北京办签证买衣服的时候，我爸告诉我不要主动说自己是外地的，不过是不是本地人听口音就听出来了。网友齐奥塞斯翠说，常年在外，每次春节回老家，打出租车不要说普通话，否则肯定会被宰。美国就完全没有农村人、城里人、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的概念，这些词在英语里都没有准确的对应，只有字面上的翻译。正如网友 Yamato Sasaki 说，歧视在中国社会早已深入人心，每个人活在歧视和被歧视当中，就好像理所当然一样，从语言中就可以看出端倪。比如泰国的变性人，英语叫 Lady Boy，Lady 多么高雅的词，到了中文就变成了人妖，充满了歧视。再比如公共交通上为特殊人群预留的座位，英语叫 Priority Seat， 日语叫优先席，台湾叫不爱坐，而在中国这个叫老弱病残孕专座。
网友 NDS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。如果观察各国的骂人词语，会发现中国有个较为特殊之处，贬低别人穷。虽然贫富差距的问题全世界皆然，但会很肤浅的拿各种材料去贬低对方穷，来突出自己优越感的，恐怕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吧。网友麦十里说，因为我父亲是个残疾人，学校同学会经常拿这个来嘲笑我，乃至殴打我，老师还觉得这是小孩子的小打小闹，在同学的恐吓之下，我又不敢告诉家人，若不是我受的伤被家人发现，我还不知道得受什么罪。在中国，家庭背景是一个人在进入社会之前决定别人怎么对你的最大的因素，特别是在校园里。网友尼古拉维尼说，小时候很调皮，打架，被老师安排在最角落，3年没有同桌，自己孤独地过完了初中。在中国的校园里，班主任掌握座位安排大权，家庭有关系的，给老师送礼的，就会被安排到前排，否则就是安排到角落，座位就是身份的象征。其他老师也会重点照顾前排的同学。网友杀手书生说，我在读初3的时候，物理成绩接近满分，在全年级排前2名，但是班主任却把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资格给了成绩不如我的同学，原因就是因为我父母是下岗工人，没有给班主任老师送过礼。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国内是没有种族歧视的。网友开车叶说，在加拿大育儿教育毕业，但是在中国却得不到外教的待遇。回到加拿大后，现在的雇主不关心我的人种，母语是不是英语，有没有一张洋脸，只是看我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。中国人虽然喜欢骂西方种族歧视，谴责白人至上主义，但是我认为最种族歧视的其实是中国人。只要你长了一张中国人的脸，哪怕是在美国出生，你也不可能得到一个美国白人在中国所得到的待遇。就像网友 Kellis Martina 告诉我们，我是海外华裔，有一次爸爸妈妈带我们回去旅游，但是在广州旅游时忘记带身份证之类，所以无法买车票。当时我们找车站的人说明我们遇到的问题的时候，那个人翻了一个白眼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要换中国护照，不做中国人？甚至还大声地说我们需要民族自信。我觉得很无语。我相信如果你们是真正的外国人，那么车站工作人员一定会热心地凑上去，非常耐心地为你们服务。网友 Mikey9885 说，大约15年前，曾经看见路边一辆小轿车，副驾往窗外扔了一个饮料瓶，正好旁边有个清洁工。清洁工生气地说，你怎么乱扔？回答说，你不就是干这个的？说到职业歧视，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。在中国，虽然官方说劳动人民最光荣，但事实上越是劳动人民越得不到尊重，比如农民工、餐厅服务员等。我以前在中国的同事都是很普遍的觉得做飞行员就了不起了，看不起别人，而美国才真正的尊重劳动人民。比如建筑工人、餐厅服务员比一般坐办公室的大学生工资还要高。在美国，普通飞行员的工资还不如一个星巴克的咖啡师。有次一个华人朋友问我，中国的飞行员待遇更好，怎么不回中国呀？我的回答很简单，因为那是中国呀。网友我他妈就爱共产党说，高中在学校操场上被女生在旁边指点议论，说我走路姿势不好看。外貌歧视在校园里非常普遍，同学之间私底下会给一些同学起各种外号，胖子、矮子、瘦子、王麻子、李瘸腿等。网友 Xavier Justin 就有这样的经历，我在学校被同学霸凌，就是因为我有青春痘，然后给我起各种难听的外号。校园里的孩子正值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时期，如果在一个充满歧视的环境下，就很容易会养成歧视别人的习惯。网友 Winnie the Poop 说，在我来到文明世界找回人性之前，我也曾各种歧视过别人，曾伤害过别人，现在很后悔。网友 Lan Wang 说，对女性的歧视是很严重的。当时我们大学毕业时，凡是留校任教的女的都要签一份5年内不生孩子的保证书，不遵守就辞退。可是男的留校任教就没有限制。网友牧童梦说，中国存在酒店的车辆歧视，豪车的话保安会高看一眼，毕恭毕敬，低档车出门左拐，压根儿不让进停车场。网友蔡郎喜说，在市区道路上骑摩托车，会有一些小车司机按喇叭让你给他让路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摩托车是不配走机动车道的。摩托车也是机动车，
交通法规上是占一个车道的，但是在中国，骑摩托车会被认为穷，买不起轿车，因而被认为不配走机动车道。网友监督说，汶川大地震后，我第一时间用自己所有的存款买物资捐过去，但是官方说灾区只缺钱不缺物资，全给我退回来了。小区委员会让居民强制捐钱，因为没交所以被记下不良行为，然后不甘心，所以在网上写了亲身经历。当天晚上警察来找我，之后连累到亲戚的儿女没法升学。网友秦 Nagato 说，本广东人前年中秋一个人去上海旅游，晚间去了间日料餐厅，有很多我没见过的饮料，用手机百度了下，然后点单。那服务员走回出餐口就开始和同事吐槽我，说我不知哪里来的土鳖，还用什么手写输入法，整个餐厅就没几个客人，他说的超大声，就生怕我听不见似的。网友 Li J 说，以前一起在苏州化工厂工作的3个人，薪资差不多，我们通常一起行动，一起同车拜访服务客户。后来 A 转到竞争对手公司上班，薪水跳了 50%， B 留在原单位，薪水只提高了底薪。我回了台湾，有天联系 A 话家常，说到 B， 问2人在中国工作地点也不远，还有一起玩吗？ A 说了句不经意的玩笑话，我一个工资过万的和领7、8千工资的一起玩合适吗？网友蛋黄酥说，哪里的社会系统性歧视都没有中国厉害，从小到大见到太多了，例子根本数不胜数，甚至亲人朋友之间也是如此。大多数人根本不觉得有什么，被欺负被歧视的一方如果不高兴还会被说成小气。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歧视呢？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讲的中国人太自信了吗？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恰恰相反。网友李若宁说，自卑的人才会需要歧视别人，中国人被打压到没有自信，歧视变成了一种释放情绪的出口，而中国人自卑是系统造成的。正如网友雷毅所说，歧视在哪个国家都有，只是在自由民主国家，政府在减轻歧视，而共产主义国家，政府在制造歧视。确实如此，在中国2000多年前的商君书的育民武术里，就提出了辱民这一种方法。底层人民被歧视和被侮辱，才会对强权产生敬畏和崇拜。经常被歧视的人，也会通过歧视别人来满足自己。小粉红经常歧视辱骂别人，就源于此。就像 Zax S 所说，备受歧视的女性，等自己有些地位之后，又反过来歧视女性。婆婆歧视儿媳，等媳成为婆之后，又反过来歧视自己的儿媳。中国的各种歧视就这样会形成一种底层互害的循环。底层人民除了关心衣食住行，剩下的精力也就被这种互害的社会消耗殆尽，哪有什么心思再去关心国家大事？这么一个互害的社会就一直在这样内卷和循环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